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珍妮，我是米歇尔郭，我们是立志于当文艺民工的卑微大学生。我们表达欲极强，社交圈极小，就喜欢跟更多人分享我们对文艺作品的感触和对身边事的感想。今天我们会聊一聊被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小汉斯·科尔拜因创作生涯中谜一样的一幅画，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两位外交官。这是荷尔拜因于1533年在让·德·丁特维尔的委托下所创作的油画。让我们看看这幅画长什么样子吧。画面左侧的人物就是委托者丁特维尔本人，法国派驻的英国大使，而右侧的乔治·德·塞维尔是当时的拉沃尔主教。这幅画不仅对真实的物品刻画登峰造极，更有意思的是，画中每个看似稀疏平常的物件都充斥着对当时欧洲政治宗教背景的隐喻，以及对死亡的哲思。两位外交官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在画中随处可见。画中木架上方摆放着的物品分别为天球仪、圆柱形日晷、四分仪、多面体日晷和转矩，这些一起都是用于观测天体的，或者用那时的观念来看，是帮助人们仰望天国的神圣器具。而桌子下方则摆放着更为日常的地球仪、数学书籍、鲁特琴，还有马丁·路德的唱诵集。这些物品分别指代了西方博雅教育中的文理七艺，也就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以及更为基础的文法、修辞与逻辑。画面左侧人物手里的短剑代表着动态的生活及政治，而右侧人物手臂下的书本代表着静态的思考及哲学。这个二元对立在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体现。乍一看啊，两位外交官只是日常的站在那里，但宗教的符号在这个双人画像中其实处处可见。例如在木架子下层放着的马丁路德赞美诗，还有藏在全画左上角窗帘后的耶稣受难笑。而这个称霸欧洲看似繁荣稳定的信仰，实则暗潮汹涌。这个时候的欧洲面临着新教改革的压力，而该画创作结束后的2年，也就是1535年，荷尔拜因在英国成为了宫廷画家，开始为亨利8世作画。亨利8世是奠定了英国教会脱离天主教圣座的重要君主，他通过和安娜·柏林的婚姻宣示了英国宗教的独立。而在此之前的数年，新教的呼声越来越高，信仰着同一个上帝的民众中产生了大量的分歧，这也就是为什么第2层的鲁特琴上琴弦有一处崩断，象征着秩序的失衡。荷尔拜因还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儿，他将象征着宗教的唱诵集摆在了木架下层，与其他平平无奇的世俗物品放在了一起。这个陈列仿佛昭示了人类对宗教淫秽的傲慢。在科学飞速进展的后文艺复兴欧洲，在理性主义和学术钻研被拥护的时代，人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人类的能力？而宗教又被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宗教还是从前那个令人仰望毋庸置疑的样子吗？前人趋之若鹜的天国，现在可以通过木架上层摆放的人造的器具所接近，而宗教是否像这本路德赞颂歌以及木架第2层上别的用于尘世中日常生活的器械一样，成为了骄傲的人类可以摆布的工具？科学的发展使航海技术更加先进，却也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广布全球的殖民。木架子上第1层铺的红色毯子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似乎暗示着当时的英国对于和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十分重视。架子上摆放的2个地球仪上印着最先进的地图，而它们脚下的瓷砖像极了西敏寺的地面，上面的几何形状展现了13世纪人类对于天文学的理解，二者形成对比，新旧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不同在画面碰撞，极具戏剧效果。画中人物衣着华丽，彰显着他们尊贵的地位。右侧的塞维尔因身负神职，衣着棕黑色的长袍，但通过长袍内侧的皮草也可以看出画中人的财富，令人思考当时有多少欧洲贵族的金钱来自于海外的殖民地，又有多少人的财富和地位来自于他们在教会中的职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整个画面唯一自然产生的物体是画面底部被以一种极为夸张的手法变形的头骨，其余的测量仪器、地砖，甚至是画中人物的衣服和姿势，都处处可见人类加工的痕迹。而背景绿色窗帘上，即使有了植物的印花，也显得了无生机。
这个头骨的透视不同于贯穿全画的一点透视，使用了大量的变形，只有在全画的极右侧才能看出头骨真实的样子。荷尔拜因或许通过了在圆柱体表面反射的方式，如此精准地绘画出了一个复杂的透视，在没有摄影技术的16世纪，令人叹为观止。1点透视、2点透视，甚至是3点透视，并不一定是所谓的绘画传统。这些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绘画方式，实则是一种视觉骗术，一种画家将3维物体转录在2维平面的一种障眼法。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被画家们当成一种习以为常的工具使用。而实则上透视的方法有很多种，例如中国山水画中的3点透视，日本的宫廷画师常使用了透过屋顶的透视方法，同时展现多个不同房间中的动态，不受墙壁或者天花板的限制。这个头骨的变形像极了坏掉的鲁特琴弦，也像极了独立于当时主流天主教会的新教，提醒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未必具有唯一性。当我们醉心于荷尔拜因对于画中人财富以及成就精巧的刻画时，画面底部的骷髅是一个晦涩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图案。而当你观测到骷髅时，你势必将清楚地意识到，画中每样逼真到仿佛在现实中触手可及的事物，终归只是通过油彩造出的幻想。而头骨的存在本身延续了劝世静物画的传统，这个画种又名虚空画派，采用自然中腐坏或者死亡的物品警示世人，说明了万物终有尽头，凡有生必有死的道理。像头骨这类物品又称作 memento mori， 而丁特维尔本人座右铭也是 memento mori， 即死亡沉思。在当时强调宗教虔诚的欧洲，尘世间死亡的必然性提醒着凡人面对生命的谦卑。丁特维尔的帽子上的帽针有一个体积极小的银色头骨，死亡的符号作为一种警示，同时装点着人类的躯体。正如艺术史学家 Stephen Greenblatt 所说， For the painting insists passionately and profoundly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power of art, its central role in man's apprehension and control of reality, even as it insists with uncanny persuasiveness on the fictional character of that entirely so-called reality and the art that pretends to represent it。 意思是说，这幅画坚定热情地坚持着绘画具象的能力，绘画作为一种媒介，帮助人类理解并控制现实。绘画令人信服的假象，编造着像极了现实的幻影。 Greenblatt 还这样写道，The marginal presence of the crucifix, symbol of life redeemed from death, sanctions the marginal presence of the skull, emblem of death lurking beneath life。 大意是说，耶稣受难的雕塑象征着由死亡救赎的生命，而头骨则象征着注定的死亡。此时，画面左上角的耶稣受难像似乎约束并拯救着地上和人间有限的生命。顺带一提，也曾有学者猜测两者的关系似乎比普通朋友更加亲密。在丁特维尔写给其兄弟的信中，他真诚地表达自己对于好友来访的欣喜，同时额外附注不要将塞尔维来访的消息告诉法国元帅。画中的两人终身未婚，而此双人画的形式常用于结婚画像或者官方任职的画像。虽然两人同为外交官，却不是同时被派往英国，职位内容迥异。啊，又磕到了，这次真的不是我们俯眼看人机，我觉得这篇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就连这幅画突然让我想到那个阿诺芬尼的婚礼，我觉得这两幅画上面两个人物的神态和站姿都一模一样。不过话说回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地上的头骨，只是在看一个正常的双人画像。我们总以为大脑可以非常敏锐地识别到大局中那个非常突兀的存在，但可能这幅画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于我们大脑下意识地把我们没法立刻所理解的物品给直接忽略掉了。就好像我们的大脑它是在非常有意的去忽略一些不协调来维持我们所谓的理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相似或者不一样的看法呢？或者说大家有没有磕到这对 CP 呢？请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感谢看到视频最后的你。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或者也对人物艺术感兴趣的话，请用收藏、点赞和关注，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这都会成为我们继续爆肝为爱发电的动力。